我叫江婉，是水利工程和物联网双学位工程师。半年前放弃省城年薪20万的工作返乡，牵头为全村安装智能滴灌系统，推广沙地生态种植。可今天，他们要将我的心血毁于一旦。住手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江婉，你还有脸来？今年这天旱成这样，3个月没下一滴雨，全村的葡萄藤都快干死了。你这破管子装了快1个月，一滴正经水都没浇过，不拆留着当摆象。他承包了30亩葡萄园，垄断本地普通葡萄收购10余年，思想固化，一直视我的新技术为眼中钉。就是，当初你拍着胸脯说这智能滴灌多好多好，节水又高产，现在旱成这样，你倒好，天天躲在村委会看手机。我家里4亩地，全靠丈夫在外打工补贴，还指望着葡萄收成给儿子娶媳妇呢。我们要是再信你，今年全家都得喝西北风。我家那3亩地，葡萄叶都卷成桶了，再浇不上水，过2天就得枯死。我儿子下个月就要交大学学费，全指着这葡萄呢。什么智能系统？我看就是骗补贴的玩意儿。老辈人种田都是大水漫灌，哪有靠几根塑料管子活命的道理？就是说得好，我看你就是拿国家的钱给自己捞名声。就是，你一个城里回来的小姑娘，懂什么种地？就是说得对，我们种了1辈子葡萄，还能不如你？我不是没浇水，是系统在精准补水。沙地保水能力差，大水漫灌的水80%都会直接渗走或者蒸发，根本到不了根系。智能滴灌是把水直接送到葡萄根下30公分的地方，每天凌晨3点自动浇灌2小时，既节水又能让根系充分吸收。精准补水，你看看这地都裂成什么样了！要是真浇了水，能旱成这样？我看你就是舍不得电费，故意不给我们浇水，想让我们的葡萄都死了，好低价收我们的地。满仓哥说的对，跟他废话什么？拆了管子浇大水，保住葡萄要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谁敢再拆？这些管道是国家农业补贴项目，也是全村人的集体财产。你们现在拆了，不仅之前的几10万投入全打水漂，以后再也别想申请任何农业扶持项目。而且我告诉你们，现在浇大水只会让土地越来越板结，沙化越来越严重。现在浇的越多，后期死得越快。谁信啊？你个黄毛丫头还敢威胁我们？这地是我们的，管子装在我们地里，我们想拆就拆。今天非拆了不可！你再挡着，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。翠花婶儿，别动手。江婉不是那样的人，她要是想骗我们，没必要大老远从省城跑回来受罪。这半年她天天泡在地里，比我们谁都辛苦。我们不能这么对他。他家里的5亩地是全村沙化最严重的，年年种年年亏。妻子有慢性病，常年需要巨额医药费，是村里最穷的几户之一。他深耕土地40年，一心想带村民致富，是村里最有威望的人。看着我长大，对我的为人十分了解。别吵了！一个村子吵成这样，像什么样子？老村长，您来的正好，您给评评理。这旱成这样，江晚不让我们浇大水，还护着这破管子，这不是要毁了全村的收成吗？我们全村老小都指着葡萄吃饭呢。婉丫头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滴灌系统到底能不能保住葡萄？要是真不行，咱们就拆了浇大水，先保住今年的收成再说。张爷爷，我用我的人格担保，只要按照我的方法来，不仅能保住葡萄，今年的收成还能比往年好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根据气象专家预测，今年是高温和干旱最严重的一年，大水漫灌只会让葡萄的根系浮在表层，一旦高温来临，轻则大幅度减产，重则枯死。我已经在省城做了3年的沙地种植试验，这个方法绝对可行。说的比唱的好听，等葡萄都干死了，你拍拍屁股回省城了，我们找谁哭去？这样，
我家那8亩地，滴灌不拆，继续用江婉的方法管。谁要是还信婉丫头，就跟她一起；要是不信，想拆自己地里的管子浇大水，我也不拦着。但是丑话说在前面，自己选的路，后果自己承担。我信江婉，我家那5亩地也不拆管子，就算最后赔了，我也认了。我也信，我家那2亩地全听江婉的安排。我已经联系了几个城里的生鲜老板，他们对有机葡萄特别感兴趣，只要品质好，价格绝对不是问题。行，你们3个非要跟着他找死，我不拦着。到时候葡萄干死了，可别来求我们。大家都动手，拆自己地里的管子，拉水管浇大水，保住今年的收成再说。谁要是不拆，到时候绝场了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们。谢谢你们相信我。走，我们去地里把滴灌系统再调试一遍，确保每一株葡萄都能浇上水。今年我一定让你们看到不一样的结果。你看看，人家的葡萄都绿得发亮，咱们的还蔫着。当初我就说别信那个江婉，你偏不听。现在好了，再过几天这葡萄藤就得干死。今年孩子的学费，还有我的药钱，从哪里来？我们全家都得喝西北风。别说了，江婉说了，再过2天就好了，我信他。再过2天？你说的轻巧，再过2天葡萄都死透了。王强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他说啥你就信啊？他是大学生，有文化。人家的地都浇完3遍水了，葡萄藤长得比咱们家的旺多了。你现在去把管子拆了，浇大水还来得及，再晚就真的来不及了。强子，弟妹说的对，你看我家那几亩地，浇完大水，葡萄叶立马就支棱起来了。你这还守着那破管子，等着喝西北风啊？听哥一句劝，赶紧拆了浇大水，不然今年真的绝收了。到时候你媳妇儿的病，可就真的没有治了。我听说江婉在省城就是混不下去了，才回来骗补贴的。他一个学水利的，懂什么种地呀？等咱们的葡萄都死了，他早就拿着补贴跑回省城了。到时候你哭都没地方哭去。走，现在就是拆管子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家的希望就这么毁了。王强哥、嫂子，你们在说什么？江婉，你自己看看，这葡萄都蔫成什么样了？你不是说能保住吗？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全家都得被你害死。我男人老实，你不能这么骗我们啊！就是，江婉，你要是没本事就早点说，别耽误大家种地。现在拆管子还来得及，要是等葡萄都死了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王强哥、嫂子，你们过来看看。你们看，表层的土虽然干，但30公分以下的土壤湿度足够葡萄根系吸收。沙地保水差，现在看起来叶片绿，是因为表层有水，但过2天表层水蒸发完了，根系又扎不下去，葡萄藤就会彻底枯死。你们看，这是土壤的具体数据。智能滴根罐每天凌晨3点自动浇管，水直接渗透到根系层，葡萄的根系为了吸水会不断往下扎，而大水漫灌的葡萄根系都在表层，根本经不起高温。这是我昨天在李满仓家地里测的数据。你们看，20公分以下的土壤湿度只有18%，几乎是干的。他们现在每天都要浇1次水，不仅浪费水，还让土壤越来越板结，盐碱化越来越严重。你们再仔细看，他们家的葡萄叶虽然看起来绿，但叶片薄而软，没有光泽，这是根系缺氧的表现。再过3天，等表层的水蒸发完，他们的葡萄藤就会开始大面积枯黄，到时候再怎么浇水都没用了。
而我们的葡萄根系扎得深，能吸收到地下的水分，就算再旱1个月也不会有事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是没浇够水。江晚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怀疑你。可是咱们的葡萄叶还是蔫的呀，这看着也太让人担心了。这是葡萄的自我保护机制。中午温度高，叶片会稍微发蔫，减少水分蒸发。等到傍晚温度降下来，叶片就会恢复正常。你们晚上再来看看，保证和现在不一样。说的跟真的一样，我才不信。等3天后，看你们怎么哭！到时候可别来求我们给你们水浇。王强哥、嫂子，你们放心，我每天都会来地里监测数据，只要按照我的方法来，绝对不会让你们亏本。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多余的侧枝剪掉，让养分集中供给主脉和果穗，这样结出来的葡萄才会又大又甜。经过我们的精心呵护，试验田的葡萄叶恢复了挺拔，而远处大水漫灌的田地危机已然浮现，片片黄叶零星蔓延，在落日余晖里刺目晃眼。持续多日的极端高温，让地下水位骤降，地表温度超过45度。村里的机井已经抽不出水了，井边围满了拿着水桶的村民，吵吵嚷嚷。怎么会这样？马上就到成熟期了，可现在井里抽都抽不出来。再这样下去，今年的收成就完了。快点儿，再快点儿，把所有的水管都拉过来。今天必须把30亩地全部浇一遍。谁要是偷懒，今年的葡萄收购就别找我。满仓哥，不行啊，村里的机井都干了，出水越来越小了，现在半个钟头才能抽上来1桶水，根本不够浇的。是啊，我们家的机井已经彻底不出水了，现在只能靠拉水车拉水，100块1吨，太贵了。这浇一次水就得花好几千，我们根本承担不起啊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昨天还好好的，怎么一夜之间就黄了这么多？这可怎么办啊？我儿子的彩礼钱还指着这葡萄呢，现在全完了。我就说大水漫灌不行吧，现在好了，水也没了，葡萄也死了。今年彻底绝收了，我欠的那几万块外债可怎么还呀？闭嘴！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赶紧去邻村拉水，能救多少是多少。就算花再多钱，也得把葡萄保住，不然我们今年都得喝西北风。幸好当初听了江晚的话，没有拆管子浇大水，不然我家的葡萄也得变成这样。现在想想，真是后怕呀！哎，不听劝啊，老经验早就不管用了。这沙地真的不能再大水漫灌了，这么好的葡萄藤就这么毁了，真是可惜呀！别得意，现在只是长得好有什么用？过2天病虫害一来，你们不打农药，照样全部烂光。到时候还不如我们呢，至少我们还能收点烂葡萄卖钱。就是，每年这个时候都会闹霜霉病，只要一下雨，整片葡萄园都得遭殃。你们不打农药，等着葡萄全烂在地里吧，到时候哭都来不及。李叔，我早就说过，大水漫灌会导致土壤绑结、根系缺氧，葡萄的抵抗力会下降，更容易生病虫害。
我们的生态种植模式不仅能节水，还能增强葡萄的抗病能力。就算有病虫害，我们也有物理防治的方法，不用打农药。而且我们种出来的葡萄是零农残的有机葡萄，价格会是你们的好几倍。哼，零农残，做梦吧！我倒要看看你靠几张破网怎么对抗整片田的霜霉病。等病害爆发了，我看你怎么哭！到时候别来求我给你们农药。张爷爷、王强哥，我们回去吧。接下来要把防虫网和硫磺熏蒸仪准备好。天气预报说后天有雷阵雨，雨后可能会有霜霉病爆发，我们提前做好准备，就能万无一失。不好了，霜霉病来了！大家快出来打农药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村民们听到喊声，纷纷拿着农药桶和喷雾器跑了过来。看到自家葡萄藤上的病斑，所有人都慌了神，尖叫声、哭喊声此起彼伏。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这可怎么办啊？我的葡萄啊！赶紧打药，多兑点农药，把所有的葡萄藤都喷一遍，一定要把病害压下去。这些都是国家明令禁止在果蔬上使用的剧毒农药，但他为了保产，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不能打这种烈性农药，这种农药残留期长达3个月，打了之后葡萄的农残会严重超标，根本卖不上价，还会破坏土壤结构，让土地3年都种不出好东西。而且人吃了这种葡萄，会对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。不打药怎么办？看着葡萄全烂掉吗？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我们全村老小都指着这葡萄吃饭，你要是不让我们打药，就是要我们的命。就是你就是想害死我们，自己不想打药，还不让我们打，安的什么心啊？我看你就是嫉妒我们的葡萄长得好，想让我们都绝收，好让你一个人赚钱。江晚，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要是葡萄全烂了，你赔我们钱吗？你赔得起吗？我们要是绝收了，就去你家吃饭。你们别不讲理！江晚早就提醒过我们，大水漫灌会导致病虫害爆发，是你们自己不听。打农药只会毁了葡萄的品质，到时候就算结了果，也没人要。你们这是饮鸩止渴。我们试验田的6户人家，坚决不打烈性农药。我们用江晚说的物理方法防治病害。谁要是再敢打这种剧毒农药，以后就别想加入我们的合作社。行，你们非要找死，我不管。我们400多亩地，必须打药保产。到时候你们的葡萄全烂了，可别来求我们。我就是把葡萄烂在地里，也不会分给你们一颗。我们不会求你们，我们用防虫网、硫磺熏蒸和病害预警系统一样的能治好病害。而且我们种出来的葡萄是零农残的有机葡萄，价格会是你们的10倍以上。到时候，你们会后悔的。哼，10倍，做梦吧！我倒要看看你靠几张破网怎么对抗整片田的霜霉病。等你们的葡萄全烂了，我看你还怎么嘴硬！走，我们回去，赶紧把防虫网搭起来，再把硫磺混成器安装好。只要我们做好防护，一定能挡住病害。无人机的摄像头能清晰地拍下每一片葡萄叶的状况。我来操控无人机，在试验田上空巡查，实时监测病害情况。我和他们一起搭建防虫网，把整片试验田都罩起来。细密的网眼能挡住大部分病菌和害虫，我则带着张守业安装硫磺分成器，调试病虫害预警系统，每一个步骤都一丝不苟。这套硫磺分成器每天晚上自动开启2个小时，能有效杀灭双膜病病菌，
而且不会有任何残留。病虫害预警系统会实时监测田间的温度和湿度，一旦达到病爆发的条件，就会自动报警。我们可以提前采取措施。江晚，目前试验田只有零星的病斑，没有扩散的趋势。我们只要把有病害的叶片全部剪掉，集中烧烧，就能彻底控制住病害。好，大家加把劲儿，今天一定要把所有的防护措施都做好。只要熬过这几天，我们就胜利了。1个月后，我们试验田的葡萄迎来了大丰收，而大水漫灌后的葡萄却长势惨淡，收成又堪忧。他从事葡萄收购工作15年，对葡萄品质要求极高，走遍了全国各大葡萄产区。好，太好了！我收遍了周边10几个产区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优质的沙地生态葡萄。果肉紧实，甜度高，果香浓郁，而且带着一股独特的沙土气息，绝对是顶级的酿酒原料。陈总过奖了。我们的葡萄都是按照标准化生态种植模式种出来的，全程不打烈性农药，不施超标化肥，用的都是有机为，就是为了保证品质。这样的葡萄，我出9元1斤的价格，全部包圆。真的吗？9元1斤？没错，而且我还要和你们签订长期供货合同，明年你们种多少，我收多少，价格只涨不跌。另外，我还可以给你们提供技术支持，帮助你们扩大种植规模。9元1斤，我种了半辈子地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价格。今年终于能翻身了，我媳妇儿的手术费终于有着落了。太好了，孩子的学费也有着落了，我们再也不用过穷日子了。好，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。科技种地真的太厉害了，这沙土地真的变成聚宝盆了。陈总现场核验完检测报告后，当场和我签订了收购合同，然后安排工人开始采摘葡萄。不知道陈总这次来收我们的葡萄能给上多少钱1斤？陈总，您是来收葡萄的吧？我家有30亩葡萄，品质特别好，您看看，绝对能满足您的要求。李满藏的笑容僵在脸上，有些尴尬，但还是不死心，带着刘翠花和孙二柱跟了上去。陈总来都来了，来看一眼，就一眼。这就是你说的品质好的葡萄？你看看这果面，全是药斑，还有一股农药味儿。这种葡萄，我们酒庄绝对不会收。陈总，您再看看，虽然卖相不好，但口感还是不错的，价格好商量，您给个3块钱1斤就行，3块钱1斤，我全部卖给您。别说3块，就是3跑我也不要。这种葡萄农染严重超标，根本不能用来酿酒，也不能作为生鲜售照。要是我们收了这种葡萄，砸了我们酒庄的招牌，
这个责任谁也负不起。这是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刚刚出具的检测报告。我们试验田的葡萄糖度23度，零农药残留，达到了高端酿酒葡萄特级标准。而你们的葡萄糖度只有13度，农药残留超标6倍，还含有国家禁止使用的剧毒农药成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种了一辈子葡萄，明明打的正常剂量啊，怎么会农残超标这么多啊？一定是你们检测错了，一定是你们联合起来骗我！检测机构是国家认可的，数据绝对真实有效。如果你不信，可以自己再去检测一遍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种问题葡萄，别说酿酒，连喂牲口都不行。我要是收了，整个酒庄都得被查封。现在查的有多严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农感超标的东西进了厂，我得蹲大牢。别说给钱，你倒贴我都不敢要。各位老乡，你们这批葡萄农药残留严重超标，按照食品安全法，必须统一集中销毁，否则将依法处罚。我投入了这么多钱，买化肥、买农药、拉水，现在全打水漂了。我儿子的彩礼钱没了，我们全家都活不成了。我真傻呀！当初跟着李满仓拆馆子时有多起劲儿，现在就有多打脸。要是听江晚的话，不拆馆子，不打禁药，现在也能卖9块钱1斤。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啊？我种了40年葡萄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绝境，连1分钱都卖不出去，甚至还要倒贴300块销毁费，1整年的汗水全没了。试验田那边传来的数钱声、欢笑声，混着葡萄的甜香飘过来，每一声都像针一样扎在每个人心上。一边是灯火通明、欢声笑语的试验田，一边是死气沉沉、满地残枝的传统田，强烈的对比刺得人眼睛发酸。王强，61800。61800，真的是61800！我媳妇儿的手术费终于够了。江晚，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！1年赚了过去5年的钱，科技种地真的是太神了。这个一辈子要强，从来没低过头的老庄稼汉，竟然就这么弯下了腰。
想起了当初拆管时的愤怒，想起了大旱时的坚持，也想起了自己返乡的初心。不是为了证明谁对谁错，而是为了让这片沙土地长出希望。婉丫头，他们是真的知道错了。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就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。是啊，江婉，当初要不是你帮我们也没有今天。你就重新让他们加入合作社吧，带着咱们全村一起把日子过好。我可以带大家一起干。社再也不种地了。我们也发誓，一定听你的话，再也不犯糊涂了。以后你说怎么干，我们就怎么干，绝无二心。我们清白，我们绝无二心。今年咱们合作社试验田一共15亩，总营收13.5万元，纯利润9.6万元。王强家5亩地，纯利6.18万；张爷爷家8亩地，纯利11.16万。周宇的线上电商板块营收38万，还接到了明年50万的预售订单。但是今年，我们村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传统种植的420亩葡萄，因为农残超标全部销毁，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万元。李满仓叔家30亩地，投入12万，1分钱收入都没有，还倒贴了3000元销毁费。刘翠花沈家4亩地，亏了5.8万。孙二柱家3亩地，亏了4.2万，还欠着外债。我给大家做个检讨，今年的事儿全是我的错。我总觉得老经验比什么都强，觉得科技都是花架子，觉得只要能保产，打什么药都无所谓。结果呢，不仅没保住产，还差点犯了法，害了大家。这10几万的亏，是我这辈子买过的最贵的教训。种地不能靠蛮干，更不能碰法律的红线，食品安全大于天。我也检讨，我当初就想着赶紧给儿子攒彩礼，跟风拆管子打进药，结果钱没赚到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现在我才明白，种出安全的好东西，才能卖出好价钱，歪门邪道走不通。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教训我们记在心里就好。合作社已经和陈总签订了明年500亩的供货合同，银行也给我们批了低息农业贷款。明年，我们全村的土地都将纳入合作社统一管理，免费安装智能滴灌系统，统一提供有机肥和物理防治设备。对于今年亏损严重的农户，合作社先垫付所有生产资料费用，等年底分红再扣除。江婉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还愿意相信我们。
明年我一定拼了命好好干，把今年亏的钱都赚回来。对，我们一定好好干，绝不拖合作社的后腿。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守好品质和安全的底线，就一定能把这片沙土地真正变成全村人的聚宝盆。真没想到啊，种地现在这么简单。以前扛着锄头刨一天，现在动动手指就搞定了。这智能系统比我这个老庄稼汉还懂葡萄。是啊，现在用的都是有机肥，打的都是生物农药，不仅安全，结出来的葡萄还特别甜。我儿子说了，等今年葡萄熟了，要帮我们在网上卖呢。今年我一定要好好干，把外债还清，再攒钱给我闺女报个兴趣班。今年我们不仅要卖葡萄鲜果，还要做葡萄干、葡萄果酱和葡萄酵素。我已经和几个大主播谈好了合作，到时候一场直播就能卖出去几万单。咱们的沙地有机葡萄肯定能火遍全国。婉丫头，你真是咱们村的大功臣呐！以前谁能想到，这鸟不拉屎的沙土地能变成现在这样？你不仅带大家赚了钱，还教会了大家怎么科学种地，怎么守住良心。这只是一个开始，以后我们还要建自己的葡萄酒厂，建采摘园和农家乐，发展乡村旅游。希望你能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，让我们的家乡变得越来越美，越来越富裕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坚守科技，坚守品质，坚守良心，这片沙土地一定会变成真正的金色聚宝盆。热烈的掌声在田野上回荡，和春风、鸟鸣交织在一起，谱产出一曲沙地新生的赞歌。